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恐怕有毒这句话早就成为了许多人的口头禅了。大家平时跟朋友互相调侃或者吐槽，都可以来这么一句：“你有毒吧？”如果还有小伙伴没有听说过的话，那可真的是2级冲浪选手了。不过吐槽归吐槽，今天咱们要讲的内容，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还真的有一个女人，而且是真的有毒。说到这里，大家肯定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一开始我也不相信，以为只是个都市传说，和无表情的女人差不多的那种。但是这个有毒女士可没有这么简单。当众人给她进行治疗的时候，都神不知鬼不觉地瘫倒在了地上，有的人事后甚至只能拄着拐杖走路，这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那么这个有毒女士毒死人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在当天救治过程当中又发生了什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回到案发地去看一看。事情发生在1994年的2月19日晚上，31岁的格洛丽亚·拉米雷斯被送到了加利福尼亚州河滨市的河滨总医院急诊室。她是一位宫颈癌晚期患者。刚送到急诊室的时候，格洛丽亚严重心律不齐，呼吸困难，几乎没有任何意识，情况很紧急。医护人员按照惯例进行了紧急救治，先是给她注射了速效镇静剂，试图让她的心跳平静下来，但都无济于事。随后，他们又试图用电流去酣畅她的心脏。此时，有几名医护人员觉得格洛丽亚的身体很不对劲，皮肤上似乎覆盖了一层油光，像是油性薄膜。还有人注意到她的身体正散发出一种水果味，又有点像大蒜的味道。起初还以为是她的嘴巴里散发出来的，于是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当回事。紧接着，一名叫做苏珊·凯恩的护士开始给格洛丽亚抽血，但奇怪的是，采血管有一种类似于氨气的味道。苏珊把注射器交给了2位治疗医师查看，他们都近距离的闻了一下，也闻到了氨气的味道。不仅如此，他们还发现了该患者的血液有明显的异常，血液当中漂浮着浅黄色的颗粒。接下来就大事不妙了。最先闻到氨气味道的护士苏珊发现自己头昏眼花，很快就昏倒在了地上。她被紧急运出急诊室。过了一会儿，另外2位治疗医师也都觉得恶心头晕，接二连三的跌落在了地上。接触过患者的护士纷纷感觉自己的身体失去了控制，进而晕倒。当晚的情况可以说是乱成了一锅粥，一共有23名病患，其中5人的症状比较严重，必须住院。其中一位名叫朱莉·高琴斯基的人状况最为严重。他当时全身抽搐，呼吸断断续续。朱莉为此还患上了肝炎、胰腺炎和膝盖骨缺血性患死，后来又因为骨组织坏死，朱莉住了好几个月的拐杖。而当晚，格洛丽亚被送到医院45分钟之后，就被宣布了死于癌症引发的肾衰竭。大家都不敢相信，她难道是什么恐怖的病毒体吗？为何在45分钟的时间就造成了如此可怕的事情呢？此事一出，无疑成为了近代医学史上的谜团之一。在这件事情当中，有毒物质的源头看似来自格洛丽亚，但尸检报告中并没有体现出来。为此，卫生部门还联合专家小组仔细搜查其原因。专家采访了当晚在急诊室工作的34名医护人员，凡是出现症状的人，情况都大致相同，尤其是患者附近2英尺的范围之内，并处理过他的静脉注射器的人，照理属于高风险人群，但症状并没有更加严重。而且受影响的这群人中，大部分还是女性，血液测试也都正常。因此，卫生部门宣布，这些医护人员可能患有严重的集体歇斯底里症。通常来说，这种情况的爆发都出现在一个隔离的群体当中，他们存在极大的焦虑，通过视觉、声音或口头交流传播了恐慌，不知不觉当中，身体也做出了同样的反应。癔症典型的症状有恶心、肌无力、惊厥以及头痛等。因此，专家判断这是由氨气引起的恐慌，最终造成了医护人员的集体歇斯底里症。但是，这种说法激怒了当晚值班的所有医护人员，他们觉得这个理论简直是对他们专业精神的一种侮辱，他们为此身体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竟然还被归为精神疾病。最终，此事闹得沸沸扬扬，联邦研究机构被要求查看格洛丽亚的尸检和毒理学报告。然而，法医在她的血液当中发现了许多特殊的药物残留，比如利多卡因、泰诺、可待因等等，但没有任何一种化学物质足以导致急诊室医护人员所经历的症状。这些通常都是癌症患者用来选择止痛的药物。格洛丽亚患病之后，一直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使用这些药物并不反常。那医护人员闻到的氨气味道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专家在格洛丽亚的血液当中发现了一种氨化合物，这种化合物的存在很有可能是由于她身体当中当时正在分解服下的止吐药盐酸3甲苯甲酰胺。然而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格洛丽亚的血液当中还有一种化学物质相当奇特，那就是2甲基酚。这是一种有机硫化物，一般只存在于某种植物当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通常出现在一些食物和饮料中，有时候也会在我们体内有氨基
酸自然产生，但是在格洛丽亚的血液和组织当中，竟然有大量的二甲基酚。法医分析师认为，这些物质肯定是来自于二甲基亚酚，简称 DMSO。那么在这里简单科普一下 DMSO， 其实在20世纪的60年代初，一名苏俄医生意外发现了 DMSO 的医疗用途，它可以缓解疼痛，甚至可以迅速复原扭伤和烧伤，所以被称为无病不治的奇药。许多运动员都用它来缓解肌肉紧张。直到1963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开始进行实验，发现长时间接触 DMSO 会导致眼球受损。此后，除了在某些配方当中，该药物的使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由于它的止痛效果相当的优秀，所以许多家庭仍然在偷偷用着。这么推断的话，格洛丽亚很有可能就抹涂了 DMSO 这种止痛药，被皮肤吸收后进入了血液。当他被送到急诊室后，医护人员立刻给他吸氧 ，DMSO 随后被氧化为二甲基酚。当护士苏珊抽血的时候，意外发现了血液当中的浅黄色颗粒，正是二甲基酚的结晶体。其实二甲基酚并不是什么有害的物质，但要警惕的是，这种成分再加上氧原子，就会变成剧毒的硫酸二甲酯。硫酸二甲酯是一种无色、略有洋葱气味的油状液体，一旦被吸入体内，会引起抽搐、瘫痪、昏迷，甚至损伤肾脏、肝脏和心脏。严重的时候，硫酸二甲酯也会致人死亡。看到这里，小伙伴们是不是觉得破案了呢？其实这个说法还是很有争议的，尤其是有机化学家，他们认同二甲基酚转换为硫酸二甲酯的理论的可能性，但仅限于理论，并没有观察到真正的转换过程。而且硫酸二甲酯的中毒患者通常几个小时后才会显现出来，症状为眼睛红肿、流泪怕光、胸闷咳嗽等。但是急诊室的医护人员在被接触几分钟之后就出现了晕厥的症状，这可就有点对不上了。许多人仍然认为这起急诊室的神秘中毒事件一定是某种化学物质引起的，因为宫颈癌患者常常是伴随着恶臭的分泌物，会不会是这种味道导致的呢？虽然有这种可能，但一些医护人员并不只有头晕这么简单，还伤及了内脏，这又怎么说得通呢？然而就在急诊室风波几年后，美国《新时报》洛杉矶版提出医护人员在非法制造毒品甲基苯丙胺的阴谋论，这是不是有点异想天开了呢？不过这个理论他们说的还是头头是道的，因为洛杉矶当时是美国最大的冰毒集散地之一，所以一些人怀疑某些医院的医护人员将毒品装在了静脉注射带中走私。当时恰好格洛丽亚被送到急诊，不小心挂错了注射带，所以医护人员暴露于甲基苯丙胺当中，从而导致了恶心、头痛和昏迷。说实话，这种理论提出来真的不怕被老美笑死？医院难道还会为了所谓的毒品经济偷偷制毒进行走私吗？这也许只有犯罪电影才拍得出来。要知道，在美国的医院看病可是老贵了，医护人员工资也都很高，人家哪有闲工夫去搞这些毒品走私呢？那么好了，看到这里，小伙伴们更偏向于哪种理论呢？不过从目前来说，急诊室的神秘中毒事件仍然是个谜团，只是 DMSO 的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大部分的问题，但并不能解释全部。格洛丽亚的去世对于家人来说是相当悲痛的事情，但是死后她被称为了有毒女士，还闹得沸沸扬扬，成为了社会的焦点。也希望这个医学谜题早日被揭开，给格洛丽亚一个最公正的交代。所以看了今天的视频，如果小伙伴在跟你吐槽说你有毒的话，你就把这部视频转载给他看，人可能会真的有毒，所以让他小心一点。那么各位奇奇怪怪的知识是否又增加了呢？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们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那么觉得视频做的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加关注。我是郑整，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